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人类已经登陆月球，把探测器送到了火星，却直到今天都没有真正弄清楚自己脚下的海底到底藏着什么。越来越多研究认为，真正失落的历史也许并不在陆地，而是在被海水淹没的大陆之下。2001年，一艘科研船正在古巴西海岸外的海底进行扫描，他们并不是在寻找遗迹，只是进行一次普通的海底声呐测绘。然而，声呐传回来的画面却让所有人都愣住了。规则的形状、对称的结构、近乎垂直的直角，还有一遍又一遍重复出现的几何图案，它们分布在数平方公里的海底，静静躺在600多米深的海面之下。那看起来不像山脉，也不像珊瑚礁，更像是某种曾经被建造出来的东西。研究人员把图像反复放大，看了很久，最后他们问出了一个在自己专业领域里几乎没人敢问的问题：如果海水出现之前，那里真的存在过什么呢？这艘科研船属于一家加拿大勘探公司——先进数字通信公司。船上的2位负责人分别是保利娜·泽利茨基和她的丈夫保罗·温兹威格。他们受古巴政府委托，对近海海域进行资源勘探、测绘。整个任务原本毫无神秘色彩，只是一次普通的商业调查。直到声呐数据返回，所有人都愣住了。画面显示，在海底分布着一大片疑似石质建筑的结构，覆盖面积约2平方公里，其中有些形状像金字塔，有些则像道路，或者至少是一条条笔直延伸的长条状结构。它们按照类似网格的方式排列，还出现了大量直角和重复的几何图形。以当时声呐的分辨率来看，这些结构很难用普通的地质过程来解释。泽利茨基夫妇并不是考古学家，他们自己也一直强调这一点。于是他们邀请了地质学家参与研究，后来又找来了水下考古学家。研究团队放下一台搭载摄像机的遥控水下机器人，对这些结构进行了近距离拍摄。镜头中出现了平整光滑的石质表面，顶部平坦的巨大石块，以及一些在画面里看上去像经过人工雕刻或加工的结构。2002年，他们公布了初步研究结果，并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这件事一度成为国际新闻。随后，科学界做出了面对这类颠覆现有认知发现时最典型的反应，要求提供更多证据。然而，随着后续证据迟迟没有出现，人们的关注也逐渐转移到了别处。古巴海域管理严格，任何进一步调查都需要政府批准、国际合作以及大量资金支持，而这些条件最初的研究团队始终难以维持，因此后续考察十分有限。现有的视频资料也一直存在争议。不少地质学家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认为这些结构可能只是火山侵入岩、结晶玄武岩或者某些岩石天然岩规则方向断裂形成的地貌。虽然这些解释并不能完全说明所有现象，但在缺乏真正考古发掘的情况下，已经足以让整个事件暂时被搁置。直到今天，古巴海底的这些神秘结构依然静静躺在那里，没有正式发掘，没有官方结论，就这样沉睡在加勒比海600米深的海底。但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或许并不是那些结构究竟是不是人类建造的，因为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没有答案。更重要的问题其实是，如果那里真的存在建筑，它究竟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因为位于今天海平面以下600米的位置，意味着那里曾经位于海面之上，而且那已经是非常非常久远以前的事情了。当你顺着这个问题继续追下去，整个故事就会变得越来越庞大。想知道海底究竟隐藏着什么，首先就必须了解过去5万年间海洋究竟如何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版图。如今的地球正处于冰河时代之间的一段温暖期，而在距今约2万年前，也就是最近一次冰河时代最寒冷的时候，整个地球的样子与今天任何一张地图都截然不同。那时的海平面比今天低了约120米。120米听起来或许不算多，但它足以让一条海岸线变成一整块大陆。如果把全球海平面整体下降120米，再重新观察世界地图，你会发现许多地区都会变得面目全非。今天的英国群岛当时根本不是岛屿，它只是横跨如今北海地区的一整片大陆西北边缘，并一路向东向南延伸。东南亚也不是今天由无数岛屿组成的群岛，而是一块面积几乎相当于印度2倍的巨大次大陆。波斯湾当时并不存在。澳大利亚北部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相连，而古巴、巴哈马以及尤卡坦半岛周围大片浅海区域也都还是陆地。这些消失的古老陆地中，研究最深入的一块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多格兰。多格兰曾经位于如今北海南部的位置，
把不列颠岛和欧洲大陆连接在一起。它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冰雪荒原，在很长一段时期，这里拥有温带低地、河流、湿地、森林以及丰富的狩猎资源。无论怎么看，它都是西北欧地区最富饶的土地之一，而那里也曾生活着人类。1个多世纪以来，在北海捕鱼的渔民不断从海底打捞出各种遗物、石器工具，经过加工的鹿角制品，这些东西都来自30到40米深的海底。2018年，英国布拉德福德大学的研究团队开始利用石油和天然气勘探留下的地震勘测数据，对多格兰进行系统测绘。随着数据不断拼接，一幅失落大陆的完整面貌逐渐浮现出来。古老的河谷、干涸的湖床、远古海岸线，它们全都静静沉睡在今天北海的海底之下。多格兰并不是一夜之间消失的，随着冰川不断融化，海平面持续上升，它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一点一点缩小。但在距今约8000年至6000年前，这个过程突然加速了。挪威海岸外发生了一次巨大的海底滑坡，后来被称为斯托雷加海底滑坡。这场灾难掀起了一场超级海啸，横扫整个北海。它很可能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淹没了多格兰最后残存的低地。如果当时那里真的存在聚落，而考古证据表明那里确实有人类生活，那么他们几乎没有任何逃生的机会。然而，多格兰只是其中一个例子，真正规模更加庞大的失落大陆其实位于世界的另一端。如果把全球海平面下降120米，再看看今天的东南亚，你会发现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和巴厘岛都不再是岛屿，它们只是同一片巨大大陆上的高地。那片陆地一路向南向西延伸，与东南亚大陆连成一体，整体面积甚至接近整个西欧。这片失落大陆在地理学和地质学中有一个正式名称——巽他大陆，只是它几乎不会出现在大众历史书籍里。在过去5万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巽他大陆一直露出海面，那里拥有温暖的热带平原、纵横交错的河流，以及如今早已沉入海底的巨大水系。那里有海岸线，有三角洲，有森林，也拥有热带地区极其丰富的生物资源。而且在那漫长的岁月里，那里一直有人类居住。智人大约在6万至7万年前就已经抵达东南亚，甚至可能更早。今天澳大利亚原住民和美拉尼西亚人的祖先至少在5万年前就曾经穿越巽他大陆，或沿着它的边缘前往澳大利亚。对于他们来说，巽他大陆并不是一条迁徙通道，那里本身就是他们的家园，而且那还是当时地球上面积最大、生物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如今这片家园已经沉入海底，它的大部分区域都静静躺在爪哇海、马六甲海峡和南海海面以下40至100米深的地方。如果当年那里存在村落和聚居点，而人类聚落本来就几乎都会出现在河流与海岸附近，那么今天他们很可能已经沉睡在海底。遗传学家史蒂芬·奥本海默多年来一直研究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居民的线粒体 DNA， 他发现了一件让传统考古时间线难以解释的事情。遗传证据显示，在远早于现有文明起源时间之前，东南亚地区就已经发生了人口扩张、迁徙以及文化向外传播。1998年，奥本海默在《东方伊甸园》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巽他大陆不仅仅是一片有人居住的陆地，它更可能是一座文明中心。后来随着海平面上升，大量难民离开故土，把自己的知识、神话和文化记忆传播到了印度、中国、太平洋诸岛，甚至中东地区。这一理论至今仍充满争议，但支撑它的遗传学证据并没有被彻底推翻。而每当人们讨论巽他大陆时，总有另一项证据反复被提起，那就是大洪水神话。几乎世界上所有文明都流传着关于洪水的传说，那并不是普通的大雨，也不是河流泛滥，而是海洋升起，吞没整个世界。一场毁灭一切的大洪水结束了旧时代。宗教学和神话学研究者长期争论，这些洪水神话究竟源自同一个事件，还是彼此独立产生。但如果巽他大陆真的被洪水吞没，如果多格兰真的毁于超级海啸，如果冰河时代结束时，全球海岸线曾在一代人的记忆中后退了数十甚至上百公里，那么今天所有人类共同祖先或许都曾亲眼见证过同一种恐怖。他们眼睁睁看着海洋吞噬自己的世界，于是他们把这个故事讲给孩子，孩子又讲给下一代。就这样，跨越1万年的时间，
跨越大陆与岛屿。关于那场大洪水的记忆一直流传到了今天。关于人类文明起源，主流学界一直采用这样一条时间线：现代智人大约在距今20万至30万年前诞生于非洲，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人类一直以狩猎采集为生，直到距今约1万至1.2万年前，一切才开始发生变化，农业出现了，定居点开始形成，社会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文明也由此诞生。这条时间线深深影响着人类对自身历史的理解，它被写进教科书，被学校教育反复讲述，也得到绝大多数主流考古学研究的支持。但它始终存在一个问题，因为在哥贝克利石阵，考古学家从山丘下挖出的东西与所有人的预期完全不同。那里出现了巨大的雕刻石柱，最高超过6米，重量可达20吨，它们围成一个个环形空间，上面刻满了精美的动物浮雕、抽象符号以及类似人形的图案。这些雕刻工艺十分成熟，整个遗址展现出高度统一的规划能力、象征思维以及庞大的组织协作能力。而按照传统时间线，这一切本不应该在那个时代出现。哥贝克利石阵的年代大约距今11600年，而很多大众介绍都会忽略一个更奇怪的细节：这座遗址并不是自然废弃的，它是被人刻意掩埋的。有人在某个时期主动用大量碎石和泥土填满了整个建筑群，并将它彻底覆盖。那不是毁坏，而是一种保存。有人刻意把哥贝克利石阵隐藏了起来，也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完整保存12000年。可问题来了，为什么要埋掉这样一座宏伟的建筑？坦白说，目前没有人知道答案，但研究这座遗址的学者注意到了另一个耐人寻味的巧合：哥贝克利石阵建造和使用的年代恰好对应着冰河时代结束后的全球洪水时期，那正是多格兰逐渐沉没的时候，也是巽他大陆海岸线不断后退的时候。于是有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如果哥贝克利石阵并不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是一场旧世界的终点呢？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是一座纪念碑，一座由幸存者建造，用来纪念失落世界的遗迹。当然，这种观点目前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但这个问题却始终挥之不去。因为如果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足以建造哥贝克利石阵的程度，那么在冰河时代期间，它又在做什么？在那场大洪水来临之前的4万多年里，文明又在哪里？他们的城市又去了哪里？如果真的存在答案，那么那个答案很可能就在海底，因为文明总是诞生在海岸边，无论是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印度河流域，还是中国早期文明，几乎都建立在河流三角洲或沿海平原。那里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充足的淡水、肥沃的冲积土壤以及天然的贸易航线。而在冰河时代，地球上最富饶的沿海地区，如今大多已经沉没在60到120米深的海底。问题是，我们几乎从未真正去寻找过它们，没有大规模调查，没有系统考察，因为海底考古成本极高，技术难度巨大。更重要的是，它可能会触碰一个主流时间线一直不愿面对的问题，而古巴也绝不是唯一的案例。在日本最南端与那国岛附近，同样存在一处著名的海底遗迹。自从当地潜水员发现它以来，争论就从未停止。日本地质学家木村正昭多年来一直潜入与那国岛海底遗迹进行研究。他认为这片遗迹至少存在人为改造的痕迹，甚至可能是人工建造的建筑。他在那里发现了类似工具加工留下的痕迹、人工切割形成的沟槽，以及整体布局酷似阶梯平台或祭祀建筑的结构。当然，也有另一位地质学家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这些地貌完全可以由当地砂岩特殊的结晶结构造成，岩石沿着规则的平面自然断裂，最终形成了今天看到的样子。直到今天，这场争论依然没有结果。但有一点几乎没有争议：如果与那国海底遗迹在距今约1万到1.2万年前确实位于陆地之上，而根据它如今的水深以及已知海平面变化曲线来看，这一点完全有可能。那么无论它究竟是什么，它都存在于那个时代。而当时这片地区已经有人类活动。再往北，在印度西海岸的坎贝湾海底，2001年印度国家海洋技术研究所进行海洋勘测时，也获得了一组引发巨大争议的声呐图像。画面中出现了疑似几何结构的海底遗迹，位于约40米深的海底。研究人员还从附近打捞出一些遗物，其中包括一些据称经过人工加工的木材残片。这些有机物经过碳14测年，
年代约为距今9500年前。这一发现公布后，印度政府一度十分兴奋，但国际考古学界很快提出质疑，他们怀疑测年方法是否准确，也质疑声纳图像的解读是否存在误判。直到今天，这处遗址依然没有经过真正意义上的系统考古发掘。而在埃及亚历山大港外海还有另一座沉没古城，它叫赫拉克利翁。这一次没有争议，它确实是真实存在过的城市。2000年，考古学家正式发现了它。这座古埃及重要港口因三角洲地基逐渐沉降和土壤液化作用，最终沉入海底。雕像、神庙、钱币以及大量日常用品不断从海底出土，相关考古工作至今仍在持续进行。赫拉克利翁并不能证明冰河时代之前存在未知文明，它属于历史时代的考古发现，但它提醒了人们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整座城市真的可以沉入海底并长期保存下来。海洋并不会毁掉一切，很多东西它反而会保存下来。真正的问题不是海底遗迹不存在，而是我们还没有认真去寻找。接下来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古代历史中最大的谜团之一——海上民族。大约公元前1200年前后，整个青铜时代文明世界突然陷入崩溃，当时强盛的古埃及不得不拼尽全力自保。曾与埃及长期争霸的赫梯帝国在短短1代人时间里彻底消失，地中海东岸一座又一座城市被焚毁废弃，持续数百年的贸易网络全面瓦解，文字使用逐渐衰落，人口锐减，整个地区进入了历史学家所说的黑暗时代，并持续了数个世纪。而这一切都与一群神秘来客有关。古埃及文献把他们称为海上民族，记载说他们驾船而来，攻击沿海城市，所到之处几乎全部陷入混乱。但直到今天，没有人真正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来自哪里，又为什么会在那个时间突然大量出现。一些研究者提出一种观点，海上民族或许并不是远方的侵略者，他们更可能是一群难民，因为环境灾难、海岸被淹没，或者持续不断的地震活动，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他们来到埃及和黎凡特海岸，并不是为了掠夺，而是因为他们已经无处可去。如果这些难民中的一部分真的来自如今已经沉没的陆地，那么我们永远无法找到他们真正的故乡，因为他们的城市已经沉睡在海底，他们留下的记录如果曾经存在，也早已消失。于是他们带着谜团来到埃及海岸，又带着谜团消失在历史之中。而讲到这里，就绕不开那个流传了2000多年的名字——亚特兰蒂斯。大约公元前360年，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地脉欧篇》和《克里提亚篇》中第一次详细描述了它。他说，那是一个强大的海洋文明，位于直布罗陀海峡之外，也就是大西洋深处。最终，它在短短1天1夜之间被大海彻底吞没。2500年来，人们一直争论柏拉图真正想表达什么。它只是一个寓言，是一则关于傲慢与毁灭的哲学故事，还是它背后真的存在某段早已遗失的历史？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亚特兰蒂斯或许只是另一段历史记忆被扭曲后的产物，比如公元前1600年左右，米诺斯文明因火山爆发而遭到毁灭。也有人认为，它从头到尾只是柏拉图虚构出来的文学故事。目前主流学界普遍支持后一种看法，他们认为亚特兰蒂斯并不存在，只是柏拉图为了表达哲学思想而创造出的寓言。这种解释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修改现有的人类历史时间线，但有一个细节却始终耐人寻味。柏拉图在书中明确写道，亚特兰蒂斯毁灭于距他生活时代9000年前，换算下来大约就是公元前9600年左右。而这个时间点，许多研究者早已注意到，竟然恰好对应着冰河时代结束，全球海平面急剧上升的时期。当时无数海岸线正在被海洋吞没。问题在于，柏拉图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冰河时代，他不知道海平面上升，更不知道现代气候学。按理说，他几乎不可能如此精准地把故事时间碰巧放在地球历史上最剧烈的海岸洪水时期。于是只剩下2种可能，要么柏拉图继承了一段更古老的传统，把一个关于大海吞没文明的故事以哲学对话的形式保存了下来，要么这只是文学史上一次不可思议的巧合。无论哪一种解释都让人难以完全信服。但有一点几乎可以确定，对于生活在海岸附近的人类来说，冰河时代结束
确实是一场真正的文明级灾难。海平面不断上升，大片陆地沉入海底，整个有人居住的区域从此永远消失。如果那些地区曾经存在较为复杂的人类聚落，而越来越多的证据似乎正在暗示这一点，那么这场毁灭一定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集体记忆。也许亚特兰蒂斯并不是某一座城市的名字，它代表的只是一个事件，那场吞没世界的大洪水。那一天，大海夺走了整个世界。这段记忆太过庞大，也太过震撼，以至于它从未真正离开过人类文明。它出现在柏拉图的著作里，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洪水神话中，也出现在澳大利亚、亚洲、美洲等沿海民族一代又一代口口相传的传说里。他们都在讲述同一个故事：海水曾经升起，世界曾经沉没。事实上，用现代技术探索海底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声呐扫描、遥控潜水机器人以及水下考古技术已经发展了很多年。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技术，而是投入。海底实在太大了，如果要寻找冰河时代以前的人类聚落，最值得调查的其实是距今2万年至8000年前曾经露出海面的大陆架浅海区域。这样的区域总面积约有2700万平方公里，甚至比整个非洲大陆还要大。而真正接受过考古调查的地方只占其中极小的一部分。英国杜伦大学地球物理学家格伦米尔恩多年来一直利用模型重建过去2万年全球海岸线的变化。他的研究可以精确绘制出不同年代世界海岸线的位置，哪些地方曾是陆地，哪些河流曾经流向哪里，哪些区域最适合人类聚居，都可以通过模型推算出来。如今已经有少数水下考古学家开始依据这些模型寻找目标区域，而结果也越来越耐人寻味。在印度近海，在北欧沿海，在墨西哥湾，多个按照模型推测曾经适合人类居住的区域都发现了疑似人类活动留下的痕迹，包括石器工具、疑似建筑结构以及经过人工改造的遗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真正的历史也许仍然沉睡在海底，只是我们还没有找到它而已。然而这类研究能够获得的资金却少得可怜，主流学术界对于投入大量资源寻找这些遗迹始终保持谨慎，因为一旦真的发现冰河时代以前存在较为发达的人类文明，就意味着现有的人类文明时间线需要被重新书写，而整个学术体系、研究方向、职业发展，甚至科研经费分配都建立在现有框架之上。于是海底依旧沉默着。加勒比海600米深处，2001年声呐扫描发现的那些神秘几何结构至今没有真正发掘。北海海底12米深处，多格兰居民遗留下来的石器和动物骨骼依然不断被渔网捞起，却始终没有系统性的考古计划去研究它们真正来自哪里。爪哇海40米深的海底，巽他大陆曾经奔流的古老河谷也依旧静静隐藏着自己的秘密。人类已经把探测器送上了火星，也绘制出了月球表面比许多海底还要精细的地图。我们已经能够看清人体细胞内部的结构，却从未真正认真寻找过那些埋藏在浅海之下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土地。有研究者认为，这种空白并非偶然。他们提出，如果真的发现冰河时代之前存在发达文明，对现有的学术体系和历史框架都会造成巨大冲击。因此，现代科学体系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动力去寻找这样的证据。这并不是阴谋论，而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人性。很少有人愿意主动投入资源去研究一个可能推翻自己整个学术基础的方向。无论你是否接受这种观点，结果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并不知道海底究竟隐藏着什么，因为我们几乎还没有真正寻找过，而仅仅是在少数几个被认真调查过的地方发现的东西，就已经足以说明人类的历史或许比我们今天所讲述的更加漫长、更复杂，也更加悲壮。至少有几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今天120米深的海水下面覆盖着大片在过去5万年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曾露出海面的陆地，那里曾有人类生活，他们在那里狩猎、养育后代，也在那里建造属于自己的家园。当冰河时代结束，他们的世界被海洋吞没，而他们留下的大部分痕迹如今都沉睡在从未被系统考古调查过的海底。我们知道，距今约11600年的哥贝克利史镇已经展现出高度组织化的建筑能力和复杂的象征体系，这让传统的人类文明起源故事显得并不完整。我们知道，几乎所有文明都流传着大洪水神话，
而且细节惊人相似，很难简单解释为彼此独立产生。我们也知道，古巴海底声呐发现的大量几何结构，至今仍未经过真正意义上的调查。我们还知道，冰河时代最富饶、最适合人类聚居的大片土地，如今全部沉没在海底。真正未知的是，那些土地上究竟存在过什么？生活在巽他大陆的人，生活在多格兰的人，生活在加勒比海大陆架上的人，他们是否拥有城市？是否拥有文字？是否发展出了我们今天能够称之为文明的社会组织？古巴海底那些几何结构究竟只是天然岩层，还是失落遗迹？柏拉图留下的时间线究竟只是巧合，还是一段跨越万年的远古记忆？没有人知道，因为我们从未真正寻找过答案。而海洋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地方，那里寒冷、黑暗、压力巨大，但在很多方面，它反而比陆地更适合保存远古遗迹。埋藏在海底沉积层中的东西，远离风化、侵蚀以及地表生物活动，完全可能保存极其漫长的时间。如果那些证据真的存在，它们今天依然静静躺在那里，埋藏在120米深的海水之下，覆盖着1万年的泥沙，等待着有人重新发现。真正的问题不是它们是否存在，而是我们是否愿意去寻找。如果连整片大陆都能够沉入海底，那么人类究竟还失去了多少历史？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找到了答案，整个文明史又会因此发生怎样的改变？如果是你相信海底还沉睡着失落的文明吗？